欢迎收看又是蝙蝠，我是蝙蝠云。阿历克斯·罗斯作为最具史诗感美漫的创作者，其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蝙蝠侠形象，同时也创造了极具影响力的蝙蝠侠装甲。最具代表性的肯定来自《天国降临》，咱们已经讲过了。那么还有一个在设计上更精彩，我个人也更热衷的形象，就是今天的选题 DCD 的正义装甲。同一时期 DCD 为罗斯作品系列制作的统一规格包装小的挂卡礼盒，咱们上次天国降临讲的是再版嘛，挂卡形式的偏礼盒制式的包装也在这儿补全。礼盒的设计比较简约，元素较少，色调也偏暗，强调原作厚重的质感。背后的猜你喜欢人物也是模拟漫画原作的罗列形式。这一产品应该讲有两个核心主体，人物和尺寸巨大、结构也颇为复杂的机械翼。为了节约包装的空间，这个翼展在盒内是分体的，不论是翅膀还是操纵杆都需要独立组装。装配不费劲啊，但是基本上没有给拆留什么空间，所以组装之后想回盒是挺费劲。产品的形象出处从2005年8月开始连载，到2007年6月才完结的漫画作品《正义》，作者为亚历克斯·罗斯。这么说也不算严谨啊，罗斯是这部作品绝对的主导，完成了故事的大纲，但完整的剧本由吉姆·克鲁格协助完成。在美术方面，完成作品签稿和故事分镜呢是道格·布雷斯韦特，罗斯则负责人设稿和整部作品的上色工作，相当于编绘都各占一半。故事从不同反派陷入同一末世噩梦，在梦中世界会被核战摧毁，而正义联盟则无力阻止这一切。组成末日军团的一众反派意识到这是超级英雄们的无能，于是决定摧毁正义联盟，尝试用他们的方式拯救世界。后续故事揭示，所谓的末日预警只是布莱尼亚克创造纷争的阴谋。在故事的尾声，正义联盟决定主动出击，为了防止被布莱尼亚克的机械蠕虫感染，在金属战队和正联成员的合力之下，为出征的英雄们创造了一套防护性的铠甲。而这个金属正义联盟的首次亮相，蝙蝠侠是镜头的绝对中心。这一产品的出品时间是2007年，当年的 DC 本家对于产品开发有着惊人的效率，基本是原作连载完，这个产品就发售了。这身盔甲没有官方的名称，一般都会以它的出处为名，被叫做正义装甲。正义这部作品延续了阿历克斯·罗斯一贯的风格，拥有着极强的史诗感和宗教元素，以及强烈的预言性质。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不论英雄或是反派，都是以轻松欢快的白银时代漫画为主要取材对象，甚至故事的结构框架大幅度的借鉴了70年代播放的动画《超级伙伴》。而这身盔甲的提点也在于此。那么大家可以猜一下啊，这个装甲它的创作设计原型是什么？3、2、1 1966版的蝙蝠车。这身全封闭式的盔甲，冷峻肃杀的黑主色和代表危险标识的红色点缀所形成的一套观感上冰冷的钢铁制服。它的创作灵感是一辆车，而且对于借鉴元素有着毫不吝啬的展示，全都给你写脸上了。纯黑色配点缀性的红边，这就是66蝙蝠车最重要的外观。甚至人物的胸标并不是亚历克斯·罗斯笔下常规的蝙蝠标志，而是66蝙蝠车轮胎上的车标。人物头顶有个奇怪的图形，看起来像三尖刀一样，这正是66蝙蝠车的车头。全包面罩的眼睛看起来很古怪，并不是更具侵略性的三角，而是个长方形。66的蝙蝠车灯以及覆盖下半边脸的呼吸器，模仿了车头的进气孔。包裹面部并形成体积的蝙蝠耳朵，从形状上就能看出来是车的尾翼。而人物手持的飞行器，它的操纵杆一目了然，蝙蝠车顶的天线嘛。机械翼背面有个和天国降临同样的设计，而且它也有同样的灵感来源。66蝙蝠车身上辅助性的3个排气管子。在此咱们还可以回收一个节目的伏笔，原本打算讲完天国降临就讲这个来的，结果拖这么长时间。但是该回收回收啊，就是我在讲到麦法兰天国降临的时候，为什么我说翅膀背后的结构不应该改，就是因为这一区域它本身是有设计灵感，且跟主体上有完善设计对照的。作者对于这套盔甲的想法，还真就是把66蝙蝠车拆开装到人身上，那本质上还真就是汽车人。对于创意化的设计，保障被挪用、借鉴或者说致敬元素在外观上直观且完整表达的基础上，延伸自这些元素所形成的新主体在设计上也是完整的。
且新旧元素之间相互融合且相互衬托，形成一个源于又高于的新形象。这他妈才是正经的有思路的借鉴创作，不是拿来 A 作品缝上 B 作品就叫巧思。而产品本身针对这一形象，完成度、还原度也相当高。紧致分层的盔甲像是由车辆盖板焊接而成，高肩甲加高领子，两个很抬升人物气势的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没有让这个汽车人在表现上是滑稽，而是有着更多压迫感的核心。身体主要是黑色上光油，没有用金属漆，也没有很强的金属感，本质上也是为了模拟66蝙蝠车的外观。66车那车漆看着就没啥金属感，黢黑锃亮，像塑料似的。不过漫画中伴随着作品的环境，盔甲上始终都泛出一种霓虹光影，让质感上更厚重。这个作品是没有，但整体的质感在廉价美系中依然属于出色的范畴。身上这些红边不是炸亮的红色，调色上还真的比较接近1966，是橙红色。这边是手涂的，所以像面部啊、胸前呐、下腹部啊，还真有一些比较突出的异色蹭漆之类的。这属于年代工艺所限，也属于说得过去水平。这个机械翼握把上的按钮还真做了2个透明件，这个颜色和质感上都在作品中凸出来的红色按钮，确实挺突出这一位置的特殊。手持的机械翼是可以拆卸的，在作品中也确实存在这个独立主体的造型，人物形体的流畅程度、比例都是非常接近罗斯的人设稿的。这个可以完成蝙蝠抱膀收翼造型的翼展，它的设计完成度也很高，由折页和推轴可以实现非常多的造型，同时操纵杆的可活动性也让翅膀能够更随行这个本身就没什么关节的主体。因为漫画中这一机械翼，它的翼展是需要手持调节的，而以上翅膀的这些设计都是为了能够更服务于这一点，让翼展的活动能始终跟随手臂。肩甲是双轴固定的，有着足够高的抬起幅度，在活动手臂并变动翅膀造型的情况下，几乎不会受任何影响。手臂还有单关节和手肘的平转，都是为了服务于和翅膀的联动。下半身几乎没有关节，偏切面的胯部，单关节的腿，脚踝没有切关节，还是承担一个稳定性的作用，让它在重心上能擎住一个人物的同时，稳定住这个翅膀，也是人物巨大的背包。阿历克斯·罗斯作品统一的地台，一个带有斑驳雨水的路面和金属感的框架，在廉价美系里属于很有真实的厚重质感的地台了，和人物的适配性也比较高，人物和地台都有偏向厚重的质感，组合之后显得就很庄严。DCD 的蝙蝠侠正义装甲，从产品的造型还原度来讲，和对画师笔触以及人物形体的把控上，在同时代的廉价美系里都属于非常出色。还原原作中机械翼的同时，利用机械翼的结构和联动点，让这个没什么可动性的小雕像在互动性上非常加分，能配合翅膀做出更多不同的造型，可以称得上是同时代下出彩的巧思，可以算得上是精彩选题和精彩设计所融合出的精彩产品。好了，那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我是蝙蝠云，我们下回见。